李执事，我这次来啊，是想问问您，咱什么时候可以回顾城？我那帮兄弟们想家都想疯了，一直逼问我什么时候回顾城，什么时候回顾城，我哪知道啊？我也想，但既来之则安之啊！你一定要告诉兄弟们，不能着急。李执事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山下先生自有他的一番考虑。什么考虑啊？难不成山下先生就是这么着把顾城留给敌人？那也许有人比我们还着急呢。谁呀？谁还比我们还着急？孙玉玲。孙玉林？老哥，山下先生是不是把这顾城给了孙玉林了？这样的话，山下先生就可以利用矛盾，让他们自己打起来。哎，那他们要是不打呢？以皇军现在的实力，那打与不打都不会等太久。你说呢？哎，我听说你跟王翻译学日语了啊？这日本人一发布命令就得说日文，我也听不懂啊，还得让王翻译给我翻译一遍。我还不如自己来。这就对了。那听日本人的指挥，不会说日语怎么行呢？哎，学会了日语，那日本人一准高看。民国17年，日本人进济南，要不是你哥我会日语啊，一个误会，我这脑袋差不多就让日本人给崩了。嘿嘿。陈专员，陈专员，恭喜你荣升啊！哎，别急着恭喜，还有另一份呢，给他看看。哎，谢谢。陈专员，你任命自己为古城县的县长。怎么了？这有点麻烦了，这事。有什么麻烦？我是5县专属特派员，有权任命县长。陈专，你别急，是这样，县议会和村镇代表开会决定，我们成立了古城抗日民主政府了，大家投票选出了周密同志啊作为县长。周县长已经上任了，这个有点遗憾了。这么说，你们是不认可我这份任命了？陈专员，不是我呀，不是我们，这是县议会和村镇代表选出来的，这是民意呀。县议会的议长是谁啊？靳开明，靳老先生，您认识啊？靳开明啊，他开着全城最大的绸缎行，乡下有1000亩的田产，选共产党的人当县长，简直是匪夷所思。对不起。也好，既然是靳开明的议长，他会不同意我当县长吗？陈专员，可能是我没说清楚。靳开明老先生啊，他是个组织者，他是召集人，这个议员是投票的人，这村镇代表、县议会是投票选出来的。有议员名单吗？陈专员，这个议员的这个名单这是公开的呀，我把这个名单拿来，你翻一翻。是。老李啊，这兴修水利啊，有利于子孙万代，咱们得好好规划规划啊。这个同志啊，以前没见过你，你叫啥？退后退后。阿伯，这位是新上任的陈专员。哦，是李家庄李副院。我和你们周会长有要事相谈，你回避一下。回避啊？你歇一会儿，歇一会儿。老李，你啊，先到伙房啊，弄口水喝，这完事儿我再跟你说水利的事儿。周先生啊，陈专员带来了任命书，
啊，哎，一个是任命他为无县专员，哦，还有一份任命书呢是，陈专员自己任命自己为古城县长。啊，陈专员，这真是有失远迎啊！这个，哎呦，我这一身这又脏又臭的，我换个衣服啊！哎，不必了。你干什么去了？啊，哪有个县长的样啊？成何体统？这不是李家庄去年遭了旱灾了吗？我领着这县城的中学生啊，还有咱政府的工作人员去给他们修渠打井去了。哎，我还从城里给他弄了好几大车的那个粪肥，给他们运过去了。在上者，只需以礼仪服人，哪里需要亲自做农活呢？你有你该做的事儿，你何必亲自去忙活这些事儿啊？我们共产党从不认为在老百姓面前是在上者，我们就和老百姓站在一起，我们是服务于人民的。准确的说，人民是我们共产党的在上者，为他们干点农活，那不是正常不过的事儿吗？县长，废话少说，我是来接受县政府的，委任状。我这手太脏了，不看了啊！你自己任命自己，不用怀疑。哎，庄，哎，这县里的情况你说了吗？哎，这我都讲了，周县长。陈专员想看一看议长和议员的名单。哎，陈专员，你看，这上面的贤达人士不少啊，这些社会贤达都是我以前在顾城的好友。轻点。对不住。靳开明议长更是我的莫逆之交，我当县长，他们岂有不同意的道理？好，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要遵从民意，那我就让你们心服口服。县议会的人多久能召集起来啊？哎，不用着急，都在这块儿了。今天他们来开例会。啊，对，你赶快领他直接去议会啊！哦那你我这避嫌，我就不去。周书记周书记，有提醒啊，那行，师妹啊，师妹，那咱看看去，这边。下一个议题，周县长提出的陈专员到，大家鼓掌。哎呦，哎，回来，靳议长，哎呦，陈主委，稀客。龚秘书，把我的专员任命书给靳先生看看。啊。山东省政府委任状，自委任陈守正为顾城、宜山、蒙水、宜州、宜阳5县专属省政府特派员，司令省主席沈鸿烈。哎，大家鼓掌，祝贺陈专员荣升。今天兄弟我来到顾城县议会，是有一事相求于议长和诸位议员先生。我这儿啊还陈专员，你看你在这儿讲话，我是不是回避一下？你不能走啊，你得留下来给我做个见证，免得到时候说我是一面之词。好。我这儿还有一份任命，请靳议长向大家宣读。委任状，自委任陈专员守正，兼任顾城县县长、司令5县专属特派员，陈守正。不是都任命邹密当县长了吗？这怎么又改了？邹密是经过我们自选选举的，他的回答大家都满意啊，也都落实了。陈守正来了，能比邹密干得好吗？请大家安静。有什么意见，请各位议员向议会陈述。我想请问陈专员，请讲。周密上任经过了议会和村镇代表的质询，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顾城民生凋敝，财政收入锐减，
政府入不敷出，问他有什么措施，他第一条就答应将所有政府工作人员的薪资取消，实行供给制，只拿少量的津贴。请问您上任会不会改变这个做法，加重顾城的负担呢？陈专员，你别干瞪眼呀！你大伙儿等着你回答问题呢，是不是啊？我知道。所有工作人员都有家眷，没有薪水怎么行呢？可是，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已经做到了，家属也是政府公给，除了少数因此离职的工作人员，现在国家政府的工作人员一切工作正常啊。共产党当政的政府，田赋每亩只有不到20斤，您的顾城临时政府曾经征收过每亩80斤的田赋。你想让我们支持您当县长，也得把田赋减下来，最好比现在的更低呀。是啊，共产党提倡一夫一妻，禁止公职人员找小老婆，你们能做到吗？你陈守正能做到吗？哎，我那是废了繁衍子嗣才娶的小夫人呐。共产党也不反对如此繁衍，但要先离婚再结婚，一夫一妻。大家别嚷，就你这个问题啊，陈专员一条一条逐个回答。我回答什么？我不回答。你们这都是什么议会？简直是胡闹！陈专员，你慢慢。根据刚才通告的情报，我们得马上制定出下一步的部署和对策。大家伙儿都发表一下意见。畅所欲言，各抒己见。你不能信。哎呦，陈专员，你好，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省政府新任命的5线专员。我不管什么专员，我们现在正在开军事会议，5个人员请示。小令。刘公子年轻气盛啊，军事会议。周会长在这干什么？他都能参加，我这个专员就不能参加了吗？陈专员，是这样，我们顾城抗日挺进支队呢，现在已经纳入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编制序列，我是挺进支队的政委。政委？对。你还是不是顾城县的县长啊？我要跟你谈话。好。大家伙儿接着讨论，咱们进一步谈。请啊！来，请坐。陈专员，我得给你通报一个情报啊，这个日军占领宜山之后，下一个目标就是顾城，这也是我们召开军事紧急会议的原因呢。情报可靠吗？可靠啊！经过多方面渠道的证实啊，这个山下聪啊，要不是因为他主张暂缓，恐怕我们的县城早就丢了，日军早就攻占城里了。考虑到顾城的现状，我尊重县议会的选举，撤销对自己的任命。这个县长，你就当下去吧。不是，但是，如果你擅自撤离，把顾城拱手让给日寇，我是要兴师问罪的。我是顾城县的老百姓选出来的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，我定会履行我的职责。好自为之，告辞。这陈守正还挺敏感啊！我这一暗示，马上就悟出来了。山下聪
是要挑动他们和我们打起来。是啊，他心里面就是想着让鬼子把我给灭了。老周啊，经过大家伙的讨论，现在呢，基本上形成了2种意见。那么第一种意见呢，是以刘副支队长为代表的，主张坚决抵抗，然后利用目前的间歇，抓紧进行对于故城的堡垒化改造。那第2种意见呢，就是以我为首，主张避敌锋芒，撤退到农村，打游击战。现在大家伙儿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。还是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吧，继续讨论。我们要把所有的利弊都分析清楚，毕竟这是军事问题，生死攸关的大事，要做决定呢，必须要谨慎的。那我接着说，故城和蒙水移山完全不同，这儿城防坚固，而且还有之前日本人留下来的防御工事体系，再加上我们的粮草、兵马、弹药、武器都很充足。我们挺进支队是正规部队，天天让我们打这种小范围的游击战，我们的官兵心里都憋着火，要跟日本人大干一场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刘副指导说的对呀，咱们骑兵连天天都想着给日本鬼子大干一场呢。对，俺们这几个纵队的同志们，那战斗一程都憋得嗷嗷叫了。大家伙呢，先别冲动啊。自从武汉会战结束以后，日本人呢调集了大量的兵力，到了华北，村田联队又回到了宜州，他们有重炮战车，而且还有航空兵的支援。就以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很难能够坚守住故城啊。与其到时候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再突围，不如现在就主动撤离，占领广大农村地区，开展持久战。周政委，我觉着彭支队长说的有道理。在这个时候，咱避一避敌人的锋芒，到农村去，坚持持久战。论持久战，我也看了毛先生在结尾也说了，要打出几个中国的马德里。要我看，有我们挺进支队在这儿，我们故城就是鲁南的马德里。祖光同志在牺牲以前也跟我们说过，要让我们避开日寇的锋芒，让我们到农村。你说到我父亲，我更要向日本人讨还血债。我在中央军校跟德国教员专门学过现代城市防御作战，这就是我们应该超越父辈的地方。我们不能把兵力分散到乡村去，而是应该在乡村组织起民团，支援故城，然后向五战区和山纵等其他兄弟部队寻求支援。各位，我们要在这儿，在故城，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。就算最后失败了，我们必须放弃故城。我们挺进支队，也让日本人在这儿血债血偿，闻风丧胆，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。对，打出威风来。彭队长，你是怕了村田联队了吗？我怕，我们那不到10条枪的时候就跟村田干过，而且还打胜了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日本人的收容队，200几个打30几个。你懂什么呀？我懂什么？胜仗就是这么打的。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从来都是以弱胜强，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，要知进退。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以强击弱，确保胜利。哎呀，彭支长讲的好啊！我不懂，一个县政府秘书在那儿插上话了。不，你来吧，你去跟马队长一起去打日本人。走，我也不是插话，这不好，走。别说，你喝口水。这样吧，上级通知我和彭支队长去开会，研究日寇增加兵力，准备执行所谓的治安作战的对策。我们准备在开会期间就是否坚守故城，跟山纵做一次专门的汇报，求得指示和支持。我认为现在我们要着手2件事。第一，由民政科的张科长牵头，带领财税科的李科长张奇峰、刘竹梅、王玉，制定出故城内的老百姓和政府机关人员撤离的计划安排，并且在必要时能够分头组织实施。好，无论是战还是撤，这都是要事先做好的安排准备。第二，
由刘副支队长牵头，制定顾城的防御保卫计划。还好，根据情报，敌人不会很快进攻顾城，所以最后到底是战还是撤，就等我和彭支队长开会回来，再结合上级的指示，我们再做最后的决定。朋友，白总，你们觉得合适吗？我同意。我会制定出一个完善的计划，并且完成具体部署。好。顾城内线情报，顾城共产党没有和程守正打起来，程守正反而把顾城留给了周密。这个程守正还挺狡猾。是啊，先生，以目前皇军的力量，顾城的国共两方加起来不够皇军打的，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内讧，来削弱他们？倒不如早点攻下顾城了。共产党1年在那里没少征收钱粮，扩大队伍。我这个顾城之事，哎呀，干瞪眼，着急。不要只看眼前，国共两党矛盾由来已久，不可弥合。为了暂时扛住皇军的压力，选择合作。但只要我们稍微缓一些，制造一个理由，他们就会打起来。如果他们真的为争夺顾城发生战斗，那么影响到的不仅是顾城，而是整个山东，乃至全中国，影响到两党的信任和合作。这才是我策划这个事件的价值。但是很可惜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上钩。之后这类的行动还要不断的策划。是。现在我只好把给孙玉林的骨头收回来了。我马上去找村田连队长，让他出兵占领顾城。好，要让敌人措手不及。五回首啊，四喜发财，八匹马呀！不行，是的，很行，好我说的，这平君你太狡猾了。看了，小野，你觉得蒙水好还是顾城？打败。要我说，还是我的家乡，北海道。北海道，小野，你在这儿跟我扯什么淡？北海道好，你回得去吗？你要是觉得蒙水好，你就在蒙水待着。我想回顾城。金平君，你也在那跟我瞎扯什么淡呢？啊，顾城你回得去吗？我回得去。皇军调来那么多的队伍，我还回不去顾城了？金平君，你很想知道什么时候回顾城？我当然想知道，我想回家乡。金平君，攻占顾城那是春天部队的作战，我只是跟着警备。至于作战计划嘛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问你了吗？你个小小中尉，你知道个啥呀你？金平君，我老兵，我能猜到我们什么时候回顾城啊！行，你知道啊！喝酒，喝点酒就喜欢吹牛。来，金平君，咱俩赌一局怎么样？赌什么？我赌3天之内我们回顾城。要是我赢了，你在顾城安上了，请我娱乐；要是我输了，我在这里天天请你喝酒。没问题，小野，只要能回顾城，你在蓝香楼所有的花销，我包了。金平君，全快！但先说清楚啊，
我不去，我订婚了。季平君，你的不是军人，军人随时都会死掉。我们要享受活着的时候。订婚？哦，季平君，你看看，我的老婆、孩子的，统统都有。胜利了，回日本。我继续爱他们，但是现在我在战场上，我是男人，我需要慰安。小野，你拿着老婆孩子的照片去妓院，很正常。我做不来，我做不来。这跟男人不男人，他没关系，他这个是。走，不说这个了。喝酒。你不懂。刘副支队长，城里面来了情报，说村田联队要进攻古城，现在周书记和彭支长都不在，你看这事怎么弄？好啊，终于把日寇给等来了。古城的防御体系已经基本完善，无人掣肘，我来指挥，我们干个痛快的。通知县政府和挺进支队的干部开会，布置战斗任务，安排民众和政府撤离。哎，刘副支队长是这样，你看，到底是打呀，还是撤？是不是等大家回来，好好商议一下再决定啊？商议什么？跟谁商议？反对接手顾城的不就是彭勇吗？上次开会大家态度很明确了。现在我是这里的最高指挥，军事行动由我决定。刘副支队长，但是你。山下君、すぐ工事を開始でやろう。高知の市場の店でご指導いたします。マジ？それは俺は待ち遠しいな。と。大佐、前方に敵兵系の成功発見しました。私たちは追いつけられず相手に逃げられました。そうか。敵すでに警戒したが。おい。全速前へ進め。工事を包囲してくれ。君中隊、先頭で構え、敵入れだ。片付けくれ。はい。加速前進！ヒャ！一中队和骑兵连跟着我作为预备队，随时准备对于突入城内的敌人进行反击，把他们压出去。是，好了。3中队在这个位置啊，4中队的位置在这儿。这个从路线，讲。刘副支队长，我去各个方区看了，都按照你的命令准备好了。今市内第2、第3道方向的接垒也已经工作完成了。好，陈参谋长，你在这儿配合我指挥吧。是。刘副支队长，政府和民众的疏散工作已经完成，我们几个要求参加战斗，请给我们分配任务。你们3个都不能参加战斗，立即跟随张科长撤离。啊！你叫我骑马射击，就是为了让我撤离？想要参加战斗，你会这些远远不够。如果我同意你们参加战斗，就是在给部队增加伤亡名额。报告刘副支队长。城东一周方向发现日军，距离大约6、7里，人数约有2000多人，有罗马牵引的9·2式步兵炮4门，汽车牵引的4·1式野炮4门，还有一个骑兵中队。你是看见的时候距离6、7里，还是现在的距离？是看见的时候。我知道了，通知你们侦察兵马上归队。是。
敌人来的不少啊。敌人这次来的是2个步兵大队，还有连队配属的野炮中队也出动了。我还以为春天连队会倾巢出动呢，没想到就这么点兵，还想打下我们顾城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那既然敌人来了这么多，就让我们留下吧，我们肯定不会添麻烦。我说了，马上执行我的命令，马上撤离，拒不执行命令，你们知道后果的。楚梅，你说说，他不会改口的。楚梅，王军，我觉得北宋说的有道理，咱们走吧，再晚了走不了了。啊。王宇，我可以留下了。这个小包给你，打完仗之后还给我。你怎么不让楚梅给你拿着呀？马上出城。自己開 ，action！ 聽佢自己開 ，action！ 别写了，别写了，别看底下点敌人，拿耳朵听。走了吧。太悬了，我差点就让鬼子发现。哪有这么多的快？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？说好的一起战斗的。白松是我哥，我知道他那脾气，话说死了他不会改的。庄大秘书，你呢？我什么呀？我这个样战什么斗啊？那不给人家添乱吗？咱们战斗是3个不合格的兵，留在那什么作用也没有。咱们出去发挥更大的作用。咱们现在最重要就是找到周政委还有彭支队长，把顾城的情况给他们汇报。我看了一下哈，北边啊，就是他们从山东回来的必经之路，咱们抓紧跟他们会合。走。走吧，走。哎，来，扶着，扶着。注意安全，小心敌情。注意安全啊！注意安全啊！小心啊！4门920步兵炮，2门411式野炮，还有2门炮去哪儿了？二中队长，报！留几个观察哨，让其余所有人带着武器躲进城墙下的防炮洞，待敌人炮击延伸或停止之后再上城墙。东门，你这里应该是敌人炮击的重点和进攻的重点。是。你不用紧张，等我到了3、4中队的防区，我会通知他们主动支援你的。站长，那太好了。没有远程武器，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布置炮阵地，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坚持到底，安排人去夺了这炮阵地。可以进行，但是计划要周全，敌人也不是傻子。刘副支队长，请过进，保证完成。我再去别的地方看。是。通知所有排长到这里集合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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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，这，哎，来了来了，走，周政委，周政委，何振队长，哎，小心。启峰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我们就是在这等着和你们会合啊。敌人攻击顾城了啊！这早上呀，就接到了个情报，春天连队要攻打顾城，下午就给围起来了。哎呀，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。政府机关和老百姓都撤离了吗？已经按计划撤离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白松啊，一直是让挺进支队啊坚守顾城。白松觉得顾城能守住。敌情你们知道吗？是这样啊，据侦察兵报告呀，鬼子是2个大队，2000多人，4门92炮，4门411式野炮，还有1个骑兵中队啊。老爸，你怎么看？
古城的城墙还算是坚固，而且敌人火炮口径也不大。按照百松的部署的话，挺进支队应该能顶住2000日军，坚持2天。那上级对我们什么指示啊？上级让我们尽快的撤到农村，建立根据地。就是坚守故城的话，也要尽快的转移，不要和鬼子打消耗战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敌人已经包围了故城，我们也没有办法跟百松取得联系，传达上级的指示。鬼子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呀？打！这样，老周，你带着他们3个去联系各村抗救会自卫队，我去找兄弟部队来支援。咱们分头行动，等到了天黑，还是在这儿集合，统一指挥，里应外合，把挺进支队带出来。好，就这么干。走了。前面情况怎么样？敌人敌入炮火轰击东卫，城门被轰开了，但排到我左外还能通过。东城墙虽然被按住，2中队还能守得住，其他方向都有敌人进攻，但兵锋猛烈。刘副子队长，该我们了吧？等着，别问来问去的。是。还没有发现敌人另外2枚411式野炮吧？我安排了各方面指挥员注意观察，一直没发现那2枚炮。我现在担心的是，敌人还有另外2门野炮位置不明，不知道敌人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主攻方向。连部电话都没有，指挥起来真困难。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快看过去！队长，张连长，100招带领我们指挥。好兄弟，听我指挥，上排起来跟我上！大佐、しかしもの攻撃はなかなかうまくいかないのです。なるほど。敵は南北からそれぞれ援軍を送りました。柔軟に侵入した我が軍に反撃しました。新たに地を大投入して東部の攻撃を強化してくれ。哎，报告，将敌人派工兵炸开了东门，冲进来了。2中队长牺牲，1排长正在指挥战斗。3、4中队正在和2中队一起反击敌人。进展到什么情况？现在已经拼上刺刀了。敌军的支援部队还在不断的冲进来。2中队急求支援。刘副队长，下命令吧，该俺们了。对呀，俺们上吧。再等等，我总觉得敌人的进攻方式不可能这么简单。刘副队长，刚才各个方向都汇报了，没发现那2门炮，重点肯定在东门啊。就算那2门炮布置到其他地方了，东门6门炮都没有炸塌城墙，还得靠公明的炸药。俺们出击，一定能把东门的敌人赶出去。下命令吧，刘副队长。下命令吧。慢，到。通知3、4、5中队严密防守，禁止敌人的工兵接近城墙和城门。是。1中队骑兵连有，向东门发起出击，击退敌人后立即返回。是。連隊長殿、敵の10隊と60名ほどの騎兵がしかしもに増援しています。支援を要請します。なるほど。命令。まず東部にいる部隊を安全地帯に停滞し、砲兵をすぐ攻撃開始してくれ。したがって敵の援軍を停滞する道を操作し、それで西部の攻撃を直ちに開始してくれ。はい。よーい。発砲。
山車掌さん、この城壁が弱いってどう知ったのですか？その王子掘口にいる時、よく城と調査しに行った。この城壁は最終に絶対言った。その後、古地の老人に聞いてみたところ、この城壁は数年前に越して破壊された。修復工事が手抜きされたことは分かった。砲火拡大、機関中で援護、異変襲撃、歩兵中隊が騎兵に続いて前進。はい。やれ！襲撃！去！レンダージャ殿、石川の部隊が城内に侵入しました。東村の攻撃を再び開始取れ。はい。情。